杨玉环原本只是唐朝一个默默无闻的宫女，却因美貌和才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女性之一。她的名字几乎与盛唐的辉煌、风华与衰败紧密相连。是否她的出现是帝王命运的巧合，还是她自己注定要在历史的舞台上引起震动？她的故事一直以来都如同一部悲剧电影，曲折离奇又不乏令人动容的美丽。到底是杨贵妃将唐朝推向了顶峰，还是她与李隆基的爱情在盛世背后埋下了衰败的种子？让我们从她的故事开始，一起穿越时空，走进那个英雄与美人的盛唐年代。杨玉环生于公元719年，一个看似平凡的家庭。她的父亲杨玄感曾是一个地方官员，虽有一定的官职，但家族的权势和财富并不显赫。在那个年代，出身普通的女子往往难以有太多的出头机会。然而杨玉环却以她的天赋和美丽注定不凡。自小她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和才艺。她不仅容貌出众，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才女，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尤其在舞蹈和歌唱方面更是名声远扬。在那个盛唐的时代，文人雅士和宫廷歌舞是最为追捧的风尚。杨玉环凭借她那非凡的艺术才华，很快便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命运的转折来得迅速且意外。某天，宫中的选妃活动吸引了无数美人参与，而杨玉环也在其中。她的容貌如桃花盛开，才情如江水长流，深深吸引了唐玄宗李隆基的目光。李隆基当时的地位已近乎登顶，他那时正忙于国事，但面对杨玉环的美丽和才艺，他彻底被她迷住了。她成为了宫中的一位妃子，渐渐被唐玄宗宠爱，开始拥有了不同于其他妃子的特殊地位。宫中那些嫔妃们的眼中，杨玉环如同一颗耀眼的明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随着唐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愈发深厚，杨玉环逐渐从一名普通妃子走到了贵妃的宝座。她的音乐才华和舞姿成为宫中一景。她并非仅凭美貌获得宠爱，她的深厚艺术素养，特别是她那古典的舞蹈和音乐作品，在当时的宫廷中独树一帜。相较其他妃子，杨玉环的才艺和魅力让她在唐玄宗的心中占据了无可替代的位置。她不仅仅是唐玄宗的爱人，更像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成为了他心中无法割舍的存在。杨玉环的美丽和才华不止一次在宫廷中引发话题，但她的命运并不仅仅局限于宫廷的宠爱，她与唐玄宗的爱情也让外界产生了种种议论。她与唐玄宗的关系深厚，甚至有人戏言她简直是倾国倾城，而唐玄宗也因她的宠爱，心情愉悦，精神焕发，甚至在治理国家的决策上多了一份宽容和放松。这个时代的唐朝似乎也在他的陪伴下走到了极致的辉煌。然而爱情的巅峰并未永远保持。随着杨贵妃与唐玄宗的关系愈加密切，她的影响力开始扩展到政治领域。杨贵妃的家族杨国忠等人迅速在朝廷中攀升，成为权力的中枢人物。杨国忠作为杨贵妃的兄长，迅速在朝廷内占据重要位置，不仅在唐玄宗面前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还在一系列政治决策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杨贵妃和她家族的崛起，彻底打破了宫廷的原有秩序。这种权力的扩张引发了不少士族和官员的忌惮与反感。欢迎来到以墨说史，在这里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历史有名的人物，解锁古人一生的奥秘。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订阅，一起踏上这段启发心灵的时光旅行。与此同时，唐玄宗在杨贵妃的影响下，逐渐放纵了宫廷的奢华生活。唐朝虽然盛世一时，但随着对美食、美酒、歌舞的沉迷，
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政治敏锐性，政务逐渐松懈，宫廷生活过度享乐，这些因素共同积压了社会矛盾。杨贵妃的出现成为了这一切现象的象征，外界开始把所有的矛盾和不满归咎于她。然而，爱情与政治的交织并非永远是美满的，在权力的游戏中，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掌控局面。杨贵妃的宠爱与家族的权力扩张，让她的生命走向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她的家族权势膨胀，引发了不少人的记恨，而宫廷内部日渐升温的矛盾，也为唐朝的未来埋下了隐患。爱情的甜蜜与政治的阴云，交织成了唐朝的辉煌与危机并存的局面。正是这种权力与感情的复杂交织，使得杨贵妃的命运注定充满了波折。她不仅是一位帝王的宠妃，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她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美丽女子的宫廷传奇，更是一个国家盛衰的隐喻。当她的家族在朝中逐渐掌权，政治的复杂和不安开始在宫廷中蔓延，历史的潮流最终将她推向了悲剧的深渊。公元75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撕裂了盛唐的盛世梦。安禄山与史思明联合发动的叛乱，历史上称为安史之乱，将唐朝从巅峰推向了深渊。原本繁荣富强的大唐帝国，在这场巨大的政治风暴中迅速崩塌，民众疾苦，百姓流离失所。虽然这一切的根源是复杂的，但杨贵妃的宠爱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众人指责的焦点。有人说，正是她的美丽和杨家势力的膨胀，助长了唐朝宫廷内部的腐化，才导致了后来的权力失衡和社会动荡。它成了祸国殃民的代名词，成为了宫廷争斗、国家衰退的替罪羊。对于杨贵妃来说，生活的美好和爱情的激情一夜之间被无情地抹去。当叛乱爆发，唐朝的根基动摇，唐玄宗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为了躲避敌军的追击，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匆忙逃向了西南的马嵬坡。那一刻，曾经满心欢喜的爱情和富贵荣华，如今成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逃亡的路上，唐玄宗心情沉重，常常痛苦不已。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割舍那个曾经与他携手共度风光岁月的女人。然而，外部压力和大臣们的愤怒让他无法继续为杨贵妃争取更多的时间。在绝望的气氛中，唐玄宗的心中充满了痛苦与矛盾。他一方面深爱杨贵妃，另一方面又无法忽视现实中大臣们的不断要求。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带来的恐慌下，权力的斗争早已超越了个人的情感。杨贵妃的家族和她个人的影响力，成为了许多人眼中的罪魁祸首。最终，在众多朝臣的施压下，唐玄宗做出了那个令他终生悔恨的决定，命令杀死杨贵妃。杨贵妃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有人说她因病死，体弱多病的她在极度的痛苦和压力下失去了生命，而另一种说法认为她在绝望中被逼自尽。无论如何，她的死标志着唐朝一段辉煌历史的终结，也成为了唐玄宗一生最深的悔恨和痛苦。失去了杨贵妃，唐玄宗的生活陷入了空虚与深深的自责中，他的心情一度沉沦。岁月的流逝让他更加感受到失去他的痛苦。他孤独地度过晚年，时常回想起那个曾经深情相拥的美丽女子，内心的悔恨和失落无以言表。杨贵妃的死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唐朝盛世的结束。她的故事成为了历史的悲剧之一，让人唏嘘不已。曾经那个被唐玄宗宠爱有加的美丽女子，最后却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无情与人性的复杂。她的死是唐朝盛世衰退的象征，也是权力与爱情交织的悲剧结果。
而唐玄宗的痛苦与自责，最终也成了这段历史的遗憾，时至今日依然令人动容。这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的终结，更是一个帝国由盛而衰的写照。在权力的漩涡中，任何一颗闪耀的星星都有可能被迅速吞噬，而杨贵妃与唐玄宗的悲剧，正是这种命运交错、历史转折的缩影。杨贵妃的美丽与才艺，至今仍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她的容貌如花似玉，几乎成为了古代美女的代名词。她那出类拔萃的舞蹈与歌曲作品，曾在宫廷中掀起过无数风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时的宫廷文化。那些优美的舞蹈和音乐，流传至今，成了人们了解盛唐文化的重要窗口。杨贵妃的艺术成就，也让她在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她的故事，不仅仅是帝王宠爱的传奇，更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象征。她的美丽与才情，激发了无数文人的笔墨与创作，成为了后代文学、戏剧和艺术的灵感来源。从唐朝的诗人到宋代的词人，甚至后来的戏曲与小说，都留下了她的身影。每一篇关于杨贵妃的描写，都充满了激情与想象。她那婀娜多姿、才情出众的形象，几乎成了所有宫廷美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存在。她的故事不仅塑造了一个女性的传奇，也让后人感受到了那个辉煌时代的光芒与梦幻。然而，历史对她的评价却呈现出极大的两极化。一方面，杨贵妃的美丽和才艺无可否认，她的艺术贡献和宫廷地位也让人无法忽视。另一方面，作为唐玄宗宠爱至极的女人，她的影响力逐渐扩展至政治层面，她的家族逐渐掌权，尤其是她的兄弟杨国忠的权力攀升，激化了宫廷内部的矛盾，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治理。不少史学家认为，正是因为他过度的权力和家族的扩张，导致了唐朝的衰败，最终成了历史上美人祸国的典型案例。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认为，杨贵妃其实只是历史巨轮下的一个牺牲品。在那个权力复杂的环境中，她无论如何也难以避免被历史和权力争斗的漩涡所吞噬。唐玄宗对她的宠爱本来是出于真挚的感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宫廷的腐化与政治的失控让他逐渐成为众矢之的。他或许并没有直接参与到政治权谋中，但他的存在却在很多人眼中成了唐朝颓败的象征。他的死虽然是一场悲剧，但也未必能简单归咎于他的个人行为，毕竟他不过是在一个庞大复杂的权力体系中扮演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角色。无论如何，杨贵妃的死并没有阻止唐朝的衰退。安史之乱带来的灾难，标志着唐朝政治和经济的严重动荡。即使杨贵妃的悲剧性结局让许多人感到痛惜，唐朝的盛世辉煌依旧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终结。国家政治的失衡、经济的衰退和氏族的腐化，逐渐瓦解了这一曾经强大的帝国。唐玄宗晚年常常感到孤独与自责，他再也无法回到那个曾经的黄金时代。杨贵妃的一生最终成为了唐朝盛衰的一个缩影。她的美丽与才艺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她的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帝国从顶峰到深渊的转变。她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也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她的故事直到今天仍在我们的记忆中徘徊，提醒着我们，历史往往不是由某一个人或事件决定，而是由无数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